如果有一天你最爱的人在你求婚的那一天死在了你面前，你会怎么做？萧慕辰就经历了这样的一天，而他接下来做的事情让整个短剧圈都炸了。先说清楚，这不是一部普通的甜宠剧。翟一莹和申浩南这对已经二搭的 CP， 这一次带来的是《太阳的背面》，一部被观众称为与 quote 10月最佳与 quote 的暗黑复仇剧。锋芒联合李佳琦公司美万砸重金打造，导演周九钦就是拍出《江南十杰》那个人。听起来阵容很豪华，对吧？但真正让这部剧封神的不是制作，是他的故事本身。事情要从那场求婚说起。萧慕辰，一个天才医生，准备向未婚妻金朝夕求婚，这本该是他人生最幸福的一天。可是他亲眼看着自己的未婚妻被魏振宇、白家子这些人凌虐致死。就在那一刻，一个正常人的世界彻底碎了。你们不知道的是，萧慕辰没有崩溃到底，他做了一件所有人都想不到的事，他伪装自己痊愈出院。医生说他好了，家人以为他放下了，可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他的脑子里已经住进了另一个人。金朝夕以幻觉的形式从未离开过他，他陪他吃饭，陪他说话，陪他一步一步走向复仇。说真的，这个设定第一次看的时候，真的会起鸡皮疙瘩，因为你分不清那些温柔的对话到底是真的，还是他自己骗自己。而这正是这部剧最狠的地方。萧慕辰的复仇不是拿刀砍人那么简单，他玩的是心理战。他知道魏振宇和白家子之间根本不是什么坚固同盟，只是互相利用的关系。于是他悄悄递刀，不是真的刀，是猜忌的种子。他制造矛盾，挑拨离间，让这两个害死金朝夕的凶手开始互相怀疑对方。魏振宇，一个擅长情感操控、冷酷无情的财阀，本来一直掌控着局面。可是没有人预料到，萧慕辰会用他最擅长的手段反过来对付他。白家子从一个嚣张跋扈、情绪不稳定的施虐者，慢慢变成了被抛弃、被操控的猎物。而魏振宇也从高高在上的猛兽，一步步变成了被萧慕辰步步紧逼的困兽。这件事的背后，其实藏着一个很扎心的道理：伤害别人的人，往往最容易被同类反噬。萧慕辰不需要亲手杀死任何一个人，他只需要让这些恶人展现出他们最真实的样子，然后看着他们自相残杀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另一件事发生了。观众开始注意到，剧里与 quote 金朝夕与 quote 这个角色出现的方式越来越诡异。他时而像真实存在，时而又像一缕青烟。有一场戏，精神科医生直接对萧慕辰说出金朝夕死亡当天的细节，逼他直面最痛的记忆。那一段台词，很多观众说自己是跟着一起崩溃的。如果你也觉得这件事不简单，记得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。因为接下来的反转才是真正让人破防的地方。萧慕辰一步步逼近真相，魏振宇和白家子的联盟彻底瓦解，两人互相揭发，互相出卖，最终两败俱伤。萧慕辰几乎没有直接动手，却让所有凶手一个不落地承担了后果。有观众评价，这种与 quote 借刀杀人与 quote 的复仇方式，比直接手刃仇人更让人解气，也更让人后怕。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。真相揭开的那一刻，萧慕辰没有选择逃避责任，他主动承担了自己在整个复仇计划中触犯的法律后果。这一点其实是这部剧最特别的地方，他没有把复仇者塑造成一个完全正义、毫无代价的英雄，而是让他清醒地面对自己也早已不是原来那个干净的人。直到多年后，大家才真正理解，这部剧想讲的从来不只是复仇有多爽，他讲的是一个人到底可以为了爱付出多大的代价。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支持谁？是那个不惜一切也要为爱人讨回公道的萧慕辰，还是觉得他早就应该放下，好好活下去？结局的处理也是让很多人破防的原因。萧慕辰最终进了精神病院，现实世界对他来说已经彻底崩塌。可是在他的精神世界里，有一间开满绣球花的房间，金朝夕一直都在那里笑着看着他。有网友说的特别好，凋零的是现实世界，而不是他的内心。他输给了法律，却在自己的世界里赢回了他。换作是你，你会怎么选？
是选择在现实里清醒的痛苦，还是在幻想里永远和那个人在一起？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这部剧真正打动人的地方，从来不是那些强反转、强悬疑的技巧，而是翟一莹和申浩南两个人把这段感情演得太真实了。翟一莹要在与 quote 小白花与 quote 和与 quote 恶魔与 quote 之间来回切换，申浩南要在与 quote 落魄疯狂与 quote 和与 quote 冷静复仇与 quote 之间反复横跳。这种高难度的表演，也是这部剧能被称为与 quote 10月最佳与 quote 的核心原因。有知情人士透露，锋芒接下来暑期档还有10几部新剧，包括申浩南的《爱逢时》、翟一莹的其他新作。可以说，这对搭档接下来的每一部戏都会被观众放大镜一样的关注。《太阳的背面》真正想告诉观众的，其实远远不止一段爱情故事那么简单。它让我们看到，真正的爱情从来都不是童话里的岁月静好，也不是一句“我爱你”就能解决所有问题，而是在命运最黑暗、人生最绝望的时候，依然愿意陪伴彼此、相信彼此、守护彼此。当一切都开始崩塌，当所有人都选择放弃的时候，还有一个人愿意站在你身边，为你承担痛苦，为你付出代价，这份感情才真正拥有了重量。剧中的2位主角经历过误解、背叛、伤害，甚至生死考验，他们之间并不是没有裂痕，而是一次又一次选择重新相信对方。正因为如此，当最终所有真相揭开时，观众获得的不只是剧情反转带来的震撼，更是一种情绪彻底释放后的释然与感动。很多网友留言说，自己看完最后一集之后，久久无法从故事里走出来，有的人甚至需要缓上半天才能让情绪慢慢平复。这并不是因为结局有多悲伤，而是因为剧中那些关于遗憾、救赎、成长和爱的表达，恰好触碰到了现实生活中每个人心里最柔软的地方。真正优秀的作品从来不会随着大结局结束，它会留在观众心里，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仍然不断被想起。而《太阳的背面》显然做到了这一点。好了，今天关于《太阳的背面》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已经追完这部剧，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哪一个片段？是2位主演之间极具爆发力的对手戏，还是最后那个让无数观众泪目的结局？如果你还没有看过，相信今天的分享或许已经让你对这部作品产生了新的兴趣。其实，一部真正值得推荐的作品，不一定拥有最高的投资，也不一定拥有最豪华的演员阵容，但一定能够让观众在看完之后有所触动，有所思考。《太阳的背面》正是这样一部作品，它不仅讲述了一段爱情，更让我们重新理解了信任、牺牲和陪伴的真正意义。未来，翟一莹和申浩南是否还能再次带来超越这部作品的新合作，也成为无数剧迷最期待的话题。那么，你觉得《太阳的背面》配得上10月最佳短剧这个称号吗？你更喜欢翟一莹的表现，还是申浩南的演技？欢迎把你的观点分享在评论区，一起聊聊你的感受。如果喜欢今天的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，我们会持续带来更多热门短剧解析和幕后故事。我们下期再见。